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6日，星期一，欢迎走进一波热点。加拿大会实施国家禁枪令吗？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 Marco Mendicino 说，并不排除加拿大全国禁止手枪的可能性，称联邦政府将所有选择都纳入讨论范围之中。Mendicino 表示，渥太华新出台的枪支管制法案是减轻全国枪支暴力，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不会完全消除这个问题。他说 ，C-21 法案虽然是一个重大进步，也是一代人中最雄心勃勃的法案，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不会根除枪支暴力。我们必须投资于我们的警察，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能力保护我们的边界。我们必须引入明智的枪支管理政策，我们还必须确保我们正在解决导致枪支犯罪的根本原因。周一，渥太华宣布了拟议的立法，该立法在全国范围内部分冻结了进口、购买、销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手枪。它没有完全禁止枪支，允许当前持有者继续拥有和使用它们，但旨在限制加拿大已经拥有枪支的数量。除其他措施外，他还将取消对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人的枪支许可证，并提供更多调查枪支犯罪的手段，加强边境措施以防止枪支走私，并制定一项新的枪支管理法律，要求那些认为自己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的人向警方交出枪支。该法案的批评者表示，它不公平地针对经过高度审查的合法枪支拥有者，而不只是针对非法获得枪支的犯罪分子。加拿大统计局报告说，枪支暴力事件正在上升，特别是手枪暴力事件。联邦政府此前曾承诺逐省制定手枪禁令，枪支管制倡导者认为这只会造成更多的系统性混乱。2020年，渥太华禁止了1500件攻击性武器，同时宣布了一项即将到来的枪支回收计划。Mendicino 表示，他们决心在今年年底开始这一进程。你是否因为食品价格上涨而减少饮食？一项新的调查显示，随着意大利面、面包和肉类等基本食品的价格飙升，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正在与不断上涨的食品成本做斗争。20%的加拿大人报告，在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间至少挨过一次饿。加拿大食品银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全国的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状况正在加剧，低收入的民众受通货膨胀的打击最大。这项由 Main Street Research 进行的调查发现，近1/4的加拿大人报告说，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所以吃的比他们应该吃的要少。对于那些年收入低于5万加元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加拿大食品银行首席执行官 Kirsten Beardsley 表示，大多数食品银行已经达到了极限，预计今年夏天将是该组织41年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年。加拿大大多数地区的食品银行正在经历民众首次加入食品银行的现象，相比之前增加了25%。由于住房、汽油、能源和食品成本的上涨，加拿大人正在食品支出上耗尽他们的积蓄。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与1年前相比，4月份消费者在商店购买食品的费用增加了 9.7%， 这是自1981年9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联邦机构表示，意大利面价格同比增长 19.6%， 谷物产品上涨 13.9%， 面包上涨 12.2%， 新鲜水果价格上涨 10%。但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人们的收入的增长却非常有限。中国登月及更远的太空雄心。6月5日进驻天河核心舱的中国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向全中国人民致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神舟14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天员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按程序完成各项准备后，航天员陈冬成功开启天河核心舱舱门，
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20时50分，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依次全部进入天河核心舱。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3名中国宇航员已经开始了在中国新的空间站上为期6个月的工作任务。这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世界领先的太空强国的最新一步。去年，中国将天宫空间站的第一个模块送入轨道。它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增加更多的模块，如梦天科学实验室。明年，中国将发射一个名为巡天的太空望远镜，该光学舱将飞到空间站附近，并与之对接以进行维修和加油。天宫将拥有自己的动力、推进力、生命支持系统和生活区。中国是继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和美国之后，历史上第3个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并建造空间站的国家。天宫有希望取代将于2031年退役的国际空间站 ISS。因为美国法律禁止其航天局 NASA 与中国分享其数据，中国宇航员被排除在国际空间站之外。但中国的雄心并不止于此。几年后，它将从地球附近的小行星上采集样本。到2030年，中国的目标是将第一批宇航员送上月球，并派出探测器从火星和木星收集样本。随着中国扩大其在太空中的作用，其他几个国家也致力于登上月球。美国宇航局计划从2025年开始与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宇航员一起返回月球，并且已经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推出了新的巨型 SLS 火箭。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在进行自己的月球任务。印度已经发射了第2次主要的月球任务，并希望到2030年拥有自己的空间站。与此同时，正在与美国宇航局合作执行月球任务的欧洲航天局也在计划建立一个月球卫星网络，以使宇航员更容易与地球进行通信。谁有权制定太空规则？1967年的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太空中声称拥有主权。1979年的联合国月球协议规定，太空不应该被商业开发，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拒绝签署。现在，美国正在推广其阿尔忒弥斯协定，阐明各国如何以合作的方式开采月球的矿物。俄罗斯和中国不会签署协议，称美国无权制定太空规则。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至少有30万人参与了中国的太空项目，几乎是目前美国宇航局工作人员的18倍。中国国家航天局成立于2003年，最初的年度预算为20亿元人民币。然而，据中国媒体报道，2016年中国向私营公司开放了航天工业，这些公司现在每年投资超过100亿元人民币。中国热衷于发展其卫星技术，用于电信、空中交通管理、天气预报和导航等。中国的登月的一部分任务是从月球表面提取稀有金属，但中国的太空计划更多的是力量的投射，也是技术进步的展示。2022年美洲峰会成为拜登的尴尬。6月6日至10日，洛杉矶将主办美洲峰会，其基本目标是加强半球团结。在华盛顿越来越多地参与支持乌克兰战争并抵御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战略和商业进步之际，在美洲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将有助于陷入困境的拜登政府。但这不会发生，症结在于华盛顿决心只邀请那些与他有着牢固关系的国家参加峰会，这意味着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不受欢迎。尽管古巴参加了前2次峰会，但这次没有被邀请。拜登政府表示，他根据对政治自由、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接受程度来选择国家。这3个国家没有受到邀请，因为他们对人权和自由民主的看法与拜登政府的定义并不一致。但同时，许多受邀国家并不是这种价值观的典范。美国的亲密盟友哥伦比亚，2021年有138名人权活动人士被暗杀。
在墨西哥，今年就有11名记者遇害。洪都拉斯前总统是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尽管存在连任问题，现在已因毒品和武器指控被引渡。在巴西，自称美洲特朗普的博索纳罗威胁要拒绝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并呼吁军方支持他。然而，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几个有着同样可疑记录的美洲国家却被邀请到洛杉矶。峰会的重点显然是为了应对非法移民，让墨西哥参与其中是有意义的举动。自2022年3月以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在南部边境拦截了22万1000多名移民。到2021年底，超过150万人抵达边境，其中超过100万人被遣返。然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已决定不参加，除非美洲所有国家包括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都能被邀请参加。这是一个冷落，分散了拜登政府利用3年一度的会议来重申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的努力。这对美国总统拜登主办的活动造成了打击。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几个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也宣布不会参加本次峰会，或者将派遣低级别代表团参加。对于旨在显著改善大流行应对措施的峰会而言，将古巴排除在外似乎很奇怪。古巴是拉丁美洲唯一研发新冠疫苗的国家，在大流行期间派遣了数千名医疗专业人员到国外进行援助，并为96%的人口进行了全程疫苗接种。排除古巴的决定并不是基于更大的美洲共同现实和未来，这是拜登政府屈从于佛罗里达强大的反古巴游说团体及其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不是选择举办真正意义上的美洲峰会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并且是非常不幸的。华盛顿正在美洲组建美国的地区之友会，通过拉拢、排挤手段，使得华盛顿失去了诚实应对重大地区挑战的机会。拜登政府是否正为其反复循环的把戏带来的影响而感到尴尬吗？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